听到这四个字就感觉没有好事发生，自带喜剧的。但是应该很期待伟霆哥的喜剧色彩。我被他们带偏了。好，你现在变成我翻译了。我不会拍，可是为什么这首歌会红呢？你们继续说。露丝要夸不下去了。那你们自己最喜欢角色身上什么特点呢？说实话，我挺怕拍霸道总裁的，真怕，因为一听到这四个字就感觉没有好事发生，没有好事发生，很危险拍这种角色。然后当时候我看剧本就是头几集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传统的霸道总裁太蠢了，这个男生怎么会？肯定被骂死了，我自己就一直在骂他。但是当第5集、第6集开始，我懂了，我 get 到了。就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一般的霸道总裁，或者是一个偶像剧爱情。到后面更有惊喜的是，剧本没有写的喜剧效果，是因为陈畅导演还有露丝，他们之前合作过吗？对嘛，然后他的喜剧元素大家就已经不用再猜了嘛，自带喜剧的。但是应该很期待伟霆哥的喜剧色彩吧？所以这里面给伟霆哥加了什么？我被他们带偏了，带到喜剧的部分太好玩了。这个戏应该会承包他这一辈子中所有的表情包。就是我是觉得他演的霸总跟大家想的霸总会不太一样，他会更有可爱的那一面，就是会感觉人物会更加的丰富。我要看这是你演的好，对手可爱，我才能可爱嘛。你就是之前我跟他说过，如果这个戏能拍1年是多爽的一个戏，就是我觉得可以无限延。第2季、第3季续上，不是它可以变成80集的一个戏。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我跟他很像，性格有点像，因为我们星座也是一样。所以有时候我发觉，除了头1个星期，第2个星期开始已经开始 get 到大家想要什么了，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沟通，那种默契在现场。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景是我们新婚的别墅，我们的分手、吵架、恩爱、亲密都在这里发生。一些戏我觉得那种默契很好，就是不用前期要沟通很久的那种。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到，就是差不多1周的时间，2人就特别有默契了。有了。我们觉得挺有默契，但是这不叫观众。这就是你说的默契，就是你们说的默契。默契在你一些点，就是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觉得他们奇怪的人，我们会有一个眼神。然后我们也一直在判断男女主是什么星座，就是可能他的星座就会比较纠结一点，就肯定不会跟我本人太像。那用3个关键词形容下你们剧中角色的关系是怎样的？拉扯，你拉扯我拿捏。拿捏，再来一个。好，你现在变成我翻译了。可是现在听不懂我说什么，只有你听得懂。出活动给我打电话，马上过来。他们不懂啊，露丝你帮我说说。好的，伟霆哥马上到。然后坐在旁边。所以平常就是露丝是你在剧组的翻译官是吗？感觉导演到现在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耶。都要靠露丝跟导演说。我们在戏里排的一些跳舞啊什么的，都是现场来的，因为哥哥很会跳舞嘛。而且那段时间他的那首歌爆红，来 Say You Love Me Too，Say You Love Me Too。那每天现场，为什么过15分钟写的歌而已？为什么我不懂？有被秀到呀？为什么？对，是为什么？每天这样问你是吗？他那就是很疑惑，我说这首歌为什么会红呢？但为什么呢？然后我说你快点用这首歌拍个抖音，我不会拍。可是为什么这首歌会红呢？不是我莫名其妙，因为那首歌很久以前了，很多年前的歌，突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某一个平台一直大家会翻唱了这首歌，说明它经典，怀旧吧，只能说怀旧。那也没有了，这个时候怀旧经典歌曲，这个时候一定要说没有。对，学到了，高智商。快点，老人家没有。OK。所以你们平常的交流是不是就是能很快 get 到对方的这种点？也没有，我没有对他很严格，没有，他很会做人。因为我毒舌，我是毒舌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有没有毒舌？谁跟毒舌呢？我也没有毒舌过你啊。对啊，那为什么说我没好到哪里去啊？不是你毒舌别人也会很毒。有毒舌吗？有啊。有吗？有啊。其他演员？你平时说闹闹。闹闹是谁啊？你儿子。哦，谁呀？
为什么不找娜娜跟我们一起做访问？跟他去 KTV 唱过歌吗？你知道他坐到这儿，我们俩基本上也是划手机去了。跟你说，有一次杀青的时候，带着闹闹说，带我去唱歌吧，带我去唱歌。我说好，走走，我们去唱歌，我们去唱歌了。一个人拿着话筒唱3个小时，困了回去睡觉。好，那我们继续。在合作之前，你们有认识吗？认识啊，我们录过一个综艺啊，对。这次更深入的合作之后，觉得对对方的印象有发生变化吗？当时导演跟我说，伟霆哥的时候，我当时就整个就很开心，因为我虽然说不是跟伟霆哥很熟，但是我有跟他相处过，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我一直叫伟霆哥叫哥哥，但是戏里有很多时候要叫老公。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觉得这个辈分让我变了，有点很奇怪。然后后来我们在演着演着发现，就是少年，因为是他的性格吧，性格又很好。对，感觉伟霆哥还有那种小孩子的一面那种感觉，是吗？对，他怎么又突然来了一个这个？还没发育完。你们继续说。露丝要夸不下去了，已经。对，然后精神方面跟我一样，也不太正常。然后慢慢就因为他的这个很好相处，人也很好，然后慢慢的就觉得拍的挺愉快的。谢谢。客气，早就备好了，放心。来，准备你的通稿。准备你的通稿，准备你的通稿。说实话，我这1-2年比较少在平台上面冲浪，就是给自己的私人时间比较多了，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露丝给我的印象就是在童话里面，当时我感觉有一点像同一类人。然后其实当我知道这个戏跟露丝拍的时候，我也是其实跟你一样，就肯定很想跟她合作，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同一类人很重要，对她很有新鲜感，就是想知道这个女生平常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在拍的时候会发觉原来是同一类人。然后我看前几天还有个话题说猫狗变胖，赵露思、陈伟霆全责，你们有看到吗？啊？因为看到你们每天路透经常在投喂各种宠物，因为我跟伟霆哥都很喜欢小动物。有养猫吗？有啊 ，OK， 你们跟我一样有猫有狗。对，我们是都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我真的就是那个现在你们俩的路透天天在我的首页，然后每次看到都是蹲在地上，然后投喂那些狗狗啊什么的，很治愈吧？对，而且我们在路上碰到那些狗狗，其实都蛮可怜，都是没有就是流浪狗狗、流浪猫猫的。许妍在剧中是从金牌女主播到自媒体事业嘛，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日常艺人也有接触，那就是你日常经验有带到拍摄中吗？哦，这个觉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平时就很喜欢看直播的一个人，然后突然这个剧本里写了这个直播的这个空间啊，对于演员来说是非常非常兴奋的。我是每天晚上看吃播才能睡着觉的一个人，然后我一看说，嘿，这不就是把我平时的那些储存的那些知识一下就用上了吗？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是去体验这个，还就是告诉大家这个行业的不容易。其实我们这个戏有好多讲不同行业的，一个直播行业、美妆行业，还有就是外卖行业，我们会有涉及到这么多种行业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秘密。如果说让许妍给赵露思来规划一下你的账号的话，你觉得会规划些什么内容呢？我觉得许妍给赵露思规划应该也是现在这样子，因为我的账号都是我自己搞的嘛，对，然后也是很多很多年，有些时候我会真的会躺在床上一个一个往之前翻，就是我会觉得我在拍那些视频的那些时候还历历在目，就是还是会回忆起来自己想要去拍什么东西，创作什么东西，所以还是挺开心的。如果是许妍来做的话，我觉得她应该也会这么做。我说完了。你这里最喜欢是什么？这里最喜欢是什么？这个你们新婚公寓里面最喜欢是房间的，因为那个房间是这可以上面可以看到。对，我刚刚去参观了一下。我最喜欢那个鱼缸。这个鱼缸，但是那些鱼换了2轮，你知道吗？我知道啊，之前那条歪嘴都不在了，不在了，搬家了。在人前扮演恩爱夫妻，实际在搞对方。我们有点像 Mr. and Mrs. Smith 那种感觉。我觉得我是个挺狠的人，可能跟角色还挺像的。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发觉许妍，我要学习她这个人生态度。她其实慢慢在改变了我。因为有更多的人支持我跟喜欢我，可以让我更有底气去做我真正的自己。我不用你这样帮我。他有家人的支持，你也有。你让我认识了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男人，谢谢你爱我。
腾讯视频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露丝。我是伟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在剧中所饰演的角色呢？我演的是沈浩明，很有钱，是个霸道总裁。我在《捉妖羊》里面饰演的角色是许妍，嫁给了一个很好的老公，然后发现一切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发展，这么美好，是个局，有点悬疑。我们分好多阶段，前半部分我们是有阴谋论的，看起来是女主的大阴谋，其实是男主的大圈套。在后半部分我们其实就会有喜剧的这个 cut 在里面，再在后半部分我们又会有一点家庭伦理，大家看的其实都会觉得挺爽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不是他们的关系？对，我觉得这也是有意义，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们经历了离婚的这个 part， 但是男主会有一个逐渐看清自己内心，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的那一刻，女主也会有一个真正看清自己内心，我想要的是爱情，还是他能够给我的这一切。在他们两个过程之中去认清了，我觉得这个细节我就非常喜欢。我认为两个人互相喜欢、谈恋爱、爱对方，他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去确认自己的真心是不是真的想要跟他在一起，不应该跟所有的利益有任何的掺杂。那个过程其实我很喜欢，我们俩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强烈的拉扯，就是我们会走进对方。我也想说了，就是我找到我们的默契点，是我们这对情侣通过同时间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有点像 Mr. and Mrs. Smith 是有的那种感觉。他们剧中其实有点斗智斗勇的感觉嘛，那你们觉得他们交锋最精彩的是什么？我觉得我这个角色就是以为霸道总裁能控制一切，有控制欲，但发觉控制不住这个女人。他以为这个女人很需要他，但结果不是。开始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发觉许妍是我要学习他这个人生态度，他其实慢慢在改变了我。有一段的过程是我们俩已经要准备离婚了，在集团来讲，离婚是很大的一个负面舆论，所以我们要完成一个协作。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已经撕裂的很厉害了，那会儿已经撕的，对，所以我们在人前扮演恩爱夫妻，但是实际在搞对方，疯狂的搞死对方。真的爱我吗？当然。人生不过就几个重要的节点，你要是把握住了，之后的一切都会顺风顺水。我要么一无所有，要么拥有一切。角色和自己有没有什么像的地方吗？我觉得我是个挺狠的人，可能跟角色还挺像的，但是我觉得角色有一点我可能不太像吧，就是他太坚持了，我还不是那么容易坚持吧。他为了想要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目的，可能会抛弃一些情感，要伪装自己的身份，跟很多人划清界限。其实这种情感的东西是很难以割舍的嘛。如果是我自己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应该早就坦白了。我有感觉这个角色和你冥冥中好像能感到要有一种共鸣的感觉，你其实这几年来也是一路越来越强大，然后内心也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感觉好像也不是说人在变化，因为有更多的人支持我跟喜欢我，让我更有底气去做我真正的自己，越来越能看到最真实的我吧。在小的时候你不断的要去学会迎合人，但这个剧里也是这样的，在前期的这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知道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你不断的要迎合所有人。家里供不起2个大学生，所以只能决定让你姐去考大学。爸爸，我呢？为什么你们要一次告诉我的爸爸妈妈不爱我？我一次又一次骗自己，只要我努力学习、努力懂事、努力听话，你们就会喜欢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吗？你要迎合他们，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可能那个本来就是你该得的，但你还是要通过迎合去委曲求全，你才可以拿到你应该有的。但可是许妍的话，她就是再努力，她也知道自己得不到。我不努力吗？我很努力，可是有用吗？所以我才不想要成为曾经那个可以被人随便抛弃、随便看不起的人。所以只是觉得说，慢慢的，嫁给了一个很有底气的老公，然后感觉自己有底气了之后，才开始真正的做自己，有勇气跟方磊说出那一句“离我老公远一点”。我认为所有坚强的女生，她的前提就是有底气，无论是被家人去爱也好，还是被粉丝去爱也好，她都是有底气才能够去做自己。所以在她前期的时候就是畏畏缩缩的，因为她那会儿没有爱，她唯一的底气就是沈浩明，她以为我全世界我都可以不要，但是沈浩明他对我的爱我一定要，因为我从小都没有被爱过。但后来发现其实都是他的一个圈套，也发现他其实不爱我的那一刻，他的世界崩塌了。为什么要骗我呢？
我们各司其职，互利互惠，这样不是挺好？他那种腹黑是铺排了很久。哦，这个是有点跟以往有点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腹黑，你要报仇，或者是你要翻盘那个东西，你会立马有一个想法，然后下一集就立马做了。但是这个戏里面是可能要铺垫了4集5集之后，你才知道他腹黑了什么。他那种是盘算了很久的。沈浩敏是这样的一个人。就观众其实可以往前翻。他会铺很多细节哦，往前翻，我们2个的一些内容、细节、笑容、眼神特别好。我在那一刻，我其实在看剧本的时候，我感觉如果没有姥姥这个人物，他应该会活不下去了。他对这个生活没有任何的期待，因为他现在得到的一切全都是沈浩敏给他的。他唯一以为那一点点真的是感情，但是发现那个感情也是假的那一刻，他就很崩溃。但刚好那一刻姥姥又生病了，他知道这个时候我又要担起这个责任了，我想要重新去有一个开始我的新的生活，他才走到了后面。我觉得其实也挺感谢沈浩敏吧，没有那一段经历，许愿这辈子他可能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这个露丝在剧中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造型嘛，你自己最喜欢哪一套呢？我每一套都很喜欢，因为每一套都是我精心搭配。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有好多人说啊，专业的事情拿给专业的人做就好了。我当然知道有很多很好的造型师、化妆师，但是我想要说通过演员自己的感受，这一场戏他应该穿什么。他这一场戏如果他不该美的时候他就不能美，该耀眼的时候就该耀眼。而且我是第一次去尝试新中式吧，还有一个就是讲传承、讲非遗，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去给很多现在小朋友去推荐，让他们知道这种非遗文化、这种彝族的手工制品，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就到处去搜罗一些小的饰品啊，包括去买布去做衣服。我们戏我穿了好几件衣服，其实都是手工做过来的，所以在网上应该是没有同款。好像你自己也特意为服装做了很多准备是吗？从开机前吧，我自己有一个造型师，他会帮我去拿到我要的衣服，再去想一想前后期的一个改变啊之类的。龙舌兰一生只开1次花的，他用尽自己一生所有积累的营养，经历艰苦，只是等待这一刻的绽放。这个绝对是他生命的绝唱。在合作之前你们有认识吗？认识啊，我们那个综艺是全是跟小朋友一块儿，大家都是在一个很放松的。当时导演跟我说伟霆哥的时候，我当时就整个就很开心，我说啊，那也太好了吧。我虽然说不是跟伟霆哥很熟，但是我有跟他相处过，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所以我会很愿意跟这样的演员合作。到了之后，因为我一直叫伟霆哥叫哥哥，但是戏里有很多时候要叫老公，这个就是所谓前一个星期让我觉得难以入戏的情况，因为提前认识，然后又觉得你是前辈又是哥哥，后来我们在演着演着发现就是少年，因为是他的性格吧，很好相处，人也很好，慢慢的就拍得挺愉快的。童话里面也是第一次见到真人嘛，我最深刻的是他说了一番他的过去，当时我会觉得哇，这个人也太真了吧，真诚，他说的话也会触动到我，我感觉跟我的以前的经历有一点点像。当我知道这个戏跟露丝拍的时候，我也是其实跟你一样的，就不用想了吧，肯定很想跟他合作。对于我来说，同一类人很重要，他对于他自己每一场戏的要求，他会觉得如果这场戏不够 make sense， 他会跟导演讨论，只要你说服他，他是很 OK 的，他有弹性的。但是你过不了他那一关，他自己过不了就过不了了。然后我会看到他拍这个戏的时候也要忙其他的活动啊，突然间我看到在热搜看到你跳舞唱歌，我就说哇，你没有这种心理的素质，必须得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他，因为我就问他这么累你吃得上吗？他说没办法，答应了人家的事情，我得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就是为什么你有今天，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其实在拍这个戏的过程当中，我发觉他跟这个角色有点像。沈浩敏也是想去了解这个女生，在戏里面大家看这个戏以为这个女生主动靠近我 ，no， 只是我让她以为她主动靠近我，只是我背后已经设了一个局，我已经知道她的底细是什么样的，我想了解她，或者是我想利用她。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觉跟真人一样，我也是一直找露丝的一些你觉得露丝像我自己，那我要留意你多一点，观察到原来真的都是同一类人。你们俩在剧组有什么共同爱好吗？有没有发掘出来？共同爱好喝咖啡哦，每天都在喝咖啡。在传闻当中叫露丝拍戏了，就是很大方一个演员，真的太大方了。他知道我喜欢喝咖啡，他现在我的房车里面
好几10包咖啡还没喝完。他对现场的工作人员特别好。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我觉得今天的戏我没有演好，或者说是我自己觉得今天天很热，或者是觉得耽误大家时间了，我一直都有这个习惯，也是给自己一个。你没有耽误过我们时间，不可能，你表现得很好的时候都在外面，是在请大家吃东西。会，我们自己团队知道，就有这个习惯。没有，他还会针对不同的演员，譬如说他会给了我买了一些贝贝佳，贝贝佳。这个是什么礼物？我有这个毛病，是有时候趴着就前进的很厉害。我要提醒自己，有时候他就会拍我的歌，然后拍了几次，可能他觉得无用了，然后他就给你买上了那一种还会震动，如果你一弯，它不是电机吗？把你垫上去的那种。那他会根据你不同的演员送不同的礼物的。你好，我是许岩，沈浩明的未婚妻。当许岩偶遇方磊。我在公司进去。你好，我是方磊，我跟浩明哥家是世交。浩明哥家是世交，啊，这是自家妹。自家妹妹是不是在主要了？啊，这是家妹儿。家妹儿，这是家妹儿。差不多了。加这个。对，我先加这个，然后拌完之后倒进去。动作我一下。先加哪个？做的这么好，真的感觉很馋。我这嘴得馋成什么样？这个。哎，这个是不是？哇，你手艺真好。对，你夸他。他一回头看一下你，一笑。出血。多。他那边在送餐了，这边正排一会儿，砍刀。以后我们可以一起。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去逛街啊，或者来家里啊，反正你早晚都这样。这怎么样？我俩得坐一辆是吧？你俩一人一辆。他开的车你就喜欢这辆，对。原来你是腰长，不是腿长。这话说5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对我这么偏心啊？他不参加高考了，家里对他还有别的安排。为什么好的都要人给小李？我难道不是你们亲生的吗？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一次一次的证明你们有多么不爱我。我为什么要成为你们的女儿？如果西式的话，就咱们最后试的那套长长的拖尾的婚纱，显得也很大气，大大方方的。关键是看你自己喜欢哪套。乔岩，乔岩，妍妍，乔岩，你不是叫许岩吗？你们是什么人啊？我们是他爸妈呀。
许言，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啊！李阿姨，我知道了，你的名字是假的，书香门第的身份也是假的，父母也是假的，对不对？我们都以真信真，却把我们一家人骗走了。咱们心里这么重，你这是诈骗、骗婚、诈骗、骗婚。秋言，你到底做了什么？于明，秋言，我给你的信，你看了吗？信还给你。乔岩，他谁呀？林涛，你冷静一点啊！他是我和乔林的高中同学，仅此而已。我知道乔林为什么跟我悔婚了，都是你在这儿搞鬼呢，是吧？你俩简直太龌龊了！我警告你，不要乱说话。乔林到底在哪儿？你把他给我叫来，让他当面跟我说清楚了。我要一五一十的让他跟我说清楚。我知道他在哪儿。乔岩，你嘴里没句实话，那我就天天来。你不是嫁得挺好吗？我让他们了解一下，你到底在外边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你闪耀过那太阳，让花束盛开未掉落。双手牵过那掌纹，相恋过，错节长守候。也遗失过那美好，从眼中千万次路过。你为什么要和他结婚？那个许愿心机深得很，你别以为他是什么纯情小白兔。然后。沈浩明跟方男男分亲的鉴定综合解释。外界流传你和沈清照婚变，沈浩辰是不是你们离婚的导火索？你们现在婚姻关系究竟如何？网传沈浩辰的亲生母亲溺水而亡，请问事前你知道这个事情吗？那未来你要如何面对这个孩子呢？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就是沈浩辰的妈妈。我曾经是一个不懂爱的人，于是，在自以为是的功利当中，失去了一个最为我着想的人。如果你再次问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会跟你说，我是那个发现我自己还是爱着你的人。
沈浩明这情况怎么样了？干爹，沈浩明那边我还在。沈劲松打算让沈浩明进董事会，你干爹让我们无论如何得阻止这件事情。沈浩明有这么好对付吗？尤其现在又是进入董事会的关键时刻，他肯定要处处小心。我记得上次喝酒，你说你姐在英国，还怀孕了。那孩子不会是沈浩明的吧？沈浩明，你不要跟我说是巧合。真的是，你以为我想吗？换做是我也不会相信这么巧合，好吗？他现在肯定误会我是那种耍心机、死缠烂打。但是我觉得啊，这招人喜欢的可以叫锲而不舍、迎难而上；这要是招人厌烦吧，他应该叫死皮赖脸、狗皮膏药。所以他没有在演戏，演了，演了。肇事行凶，欺人太甚，来人啊，斩！是真的爱演戏啊！你说，我是不是已经很够诚意了？不会再打电话给他。圆圆接电话，有戏了！圆圆接电话。谁？哎呦，没人叫你，我来，没有人叫我，没谁？哎，好。哎呦呵，这不是我家，这是哪儿啊？这是去你家的路上吗？这不是，是有掉头。不是，你去哪儿？掉头。喂，你好。这么着急赴宴啊，徐小姐？我只想给你一个好心的提醒，他鞍前马后的帮你解决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他所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稳住你，不让你离婚，并不是爱你。如果要搭配银饰的话，尽量是黑色的银。妍妍，你说，我们在青蓝杯的比赛资格被取消了。老师，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在消除这些负面的影响。可是雷梦还在啊，闹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的。你们还是请回吧。严总，我刚刚在打款的时候，发现账面上出了点问题，您看一下。联系到小董了吗？打他电话空号，微信也注销了。如果许岩知道巴莱金对沈浩明有3个月的考核期，那他对沈浩明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想法呢？下午6点，龙舍兰见。今天是雪妍姐的生日吧？我是不是破坏你们2人世界啦？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我跟你原本就是真正意义上割舍不断的家人，为什么不能等等我呢？
这把生死局你敢all in吗？许小姐，请问卫生间怎么走啊？那更要互帮互助了。沈总您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泽远，是许岩的好朋友。许岩没跟您说吗？是他约我过来的。其实咱们可以考虑考虑，让他出国留学。是不是你向我爸妈告状，让他们送我出国？你来了，先是让我哥喜欢上你，然后又讨好我爸妈，结果没想到我不吃你这一套，然后你就想把我赶走，对不对？对。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出国的，不管你耍什么花招，我沈浩辰奉陪到底。读书的时候你们是在一起的吗？我记得妍妍跟我说过，你老家在山西晋城。这记性挺好。以后我们必须要经常聚聚，特别喜欢听你说妍妍以前的事。赵露思与陈伟霆携手主演的新剧《许我耀眼》刚开播便冲上热搜，女孩许妍怀揣着对青年才俊沈浩明的倾慕与爱意，一心想要与他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当第一次与沈浩明的父母见面这个重要时刻，许妍竟做出了一个大胆且惊险的决定，请来2个人假扮自己的父母。谢谢叔叔阿姨愿意把妍妍嫁给我，能够娶到她是我的幸运。他精心策划着每一个细节，试图用这虚假的表象蒙混过关。见面现场气氛看似融洽，实则暗流涌动。沈浩明的父母本就心思细腻，在交谈过程中，逐渐对许妍父母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他们不经意间聊起许妍父亲所在大学的事情，试图从这细微之处寻找破绽。许妍察觉到危机，内心虽紧张不已，但表面仍强装镇定。他提前给那2位假扮的父母做了大量功课，不仅带他们熟悉学校的位置，还让他们了解周边饭店的情况。面对沈浩明母亲对父亲身份的追问，许妍灵机一动，称父亲是研究人员，因工作性质特殊，相关信息难以查到。为了进一步坐实父亲是外国大学教师的身份，他甚至让假扮者模仿真正大学教师的签名，并在沈浩明父母面前成功签下了一模一样的名字。一番操作下来，众人一律赞消，打算前往院子继续商讨婚礼事宜。然而就在沈浩明的母亲和许妍单独走在路上时，局势急转直下。母亲面色凝重，直接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原来在吃饭时，他就发现了一个关键细节：母亲给许妍夹的鸡蛋，许妍一口未动。他深知若是亲生父母，不可能不清楚女儿的喜好。就在那一刻，他对许妍父母的真实身份起了疑心。许妍听闻心中一惊，但很快又镇定下来，无奈之下只能编造另一番说辞。他声泪俱下地诉说自己的身世，称父母从小便离开他去了外国，自己一直跟着姥姥长大，基本没见过父母，也未曾感受到家人的关爱。这一次若不是因为结婚，父母根本不会回来。他表示自己是为了给对方留下好印象，才故意营造出家庭和谐的假象。沈浩明的母亲听后感同身受，她想起自己曾在沈浩明小时候出国打工，深知缺少家人陪伴的痛苦。就在这时，保姆前来有事相告，母亲安慰了许妍几句后便离开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许妍刚松一口气，便接到了欢欢的电话。原来她从策划转变为活动主持人的申请又一次被驳回了。这对一直努力想要在事业上有所突破的许妍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切只是刚刚开始，这件事情还没有这么快下定论。到了晚上，许妍带着那2位父母来到酒店，她神色疲惫却仍强打精神，对他们说只要完成婚礼，任务就算完成。安排好父母后，许妍独自走进电梯，狭小的空间里，她终于卸下了伪装。用谎言构建的人生，我拼尽全力将它筑为堡垒，可是在沙滩上又怎么会有城堡？第二天，许妍如往常一样来到演播现场，她
他试图将昨晚的烦恼抛诸脑后，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然而现实却并未如他所愿。主持人孙思维姗姗来迟，一见到身为策划的许岩，便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他认为许岩只会在背后搞小动作，对许岩的工作能力百般质疑。他吐槽台词极度不通顺，抱怨请来的嘉宾一次比一次差，甚至对许岩提出的建议也充满敌意，觉得那是在挑战他的权威。你有那精力，还不如花心思怎么讨好我。这节目我说了算，我一句话就能滚蛋。许岩站在一旁，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他心中委屈，却又无处诉说。在这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职场环境中，他努力想要证明自己，却总是遭遇各种阻碍。而感情方面，他用谎言编织的爱情之网，也不知何时会突然破裂。赵露思新剧刚一开播，便让人知道了什么才是职场的霸凌。许岩这位怀揣着梦想与热情的职场人，在公司的舞台上奋力拼搏。他答应来了。项目老师很有兴趣，说要看一下整个时间的。那就是没有谈好了。然只因他未能请到公司心心念念想要邀请的人物，公司便立刻翻脸不认人，以他的节目收视率持续走低为借口，毫不留情地发出威胁，若是下次收视率继续下滑，便准备将他辞退。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狠狠地砸在许岩的心上。许岩虽满心疲惫与委屈回到家中，但他并未选择沉沦，于是他强打起精神，准备继续投入到工作中。就在这时，男友沈浩明的出现，如同一束光照进了他略显灰暗的世界。沈浩明竟直接拿出了公司想要邀请的三木老师的联系方式，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工作安排？因为在你那边有我的信任。然而许岩敏锐地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劲，她立刻试图转移话题，问起男友对昨天自己父母的印象如何。可沈浩明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他觉得这与自己无关，在他心中，爱的人只有眼前的许岩。在这美好的夜晚，二人深情拥吻，仿佛外界的一切纷扰都与他们无关。但他们之间的故事还得从半年前说起。那时身为策划的许岩，为了能邀请更多的人参与自己的节目，可谓是绞尽脑汁，而沈浩明便是他目标名单中的一员。为了能见到心心念念的沈浩明，许岩付出了多日的不懈努力，终于他以想要成为学徒的身份，获得了与沈浩明见面的机会。初次见面，许岩便被安排了一个任务，修剪面前的龙舌兰。这对于许岩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他不仅将龙舌兰的各种专业知识娓娓道来，还自信满满地说出自己修剪的方向是让龙舌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长。这一番独特的言论瞬间引起了沈浩明的注意。沈浩明不知不觉来到了许岩面前，静静聆听他的谈论。许岩越说越投入，眼神中闪烁着对植物和工作的热爱。他的每一句话都仿佛带着魔力，让沈浩明对这个女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沈浩明话锋一转，提到了许岩的工作。明天来上班吧。不过你来我这儿，那你的工作怎么办，许小姐？原来他早已暗中调查了许岩的身份，得知许岩为了接近自己，竟学习了如此多的知识。刚刚的一番话更是让他刮目相看。不过沈浩明依旧态度坚决，不想接受任何形式的访问。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许岩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著名的植物学家伊丁老师亲自制作的剪刀。这把剪刀不仅是一件珍贵的工具，更是许岩诚意的象征。沈浩明这才发现，眼前这个女孩真的做足了功课。或许是被许岩的真诚所打动，沈浩明也拿出了一份礼物回赠。许岩满心期待地打开，发现竟是一瓶桂花蜂蜜。本以为这只是个意外的许岩，却从沈浩明的口中听到了关于自己的事情。原来沈浩明关注到了他发在网上的文章，文章中许岩表达了对外婆做的桂花酱的喜爱，于是沈浩明便送上了这瓶桂花蜂蜜。这份细心与体贴让许岩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第二天，许岩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然而职场的风云变幻从未停歇。刚一坐下，同事便不怀好意地凑了过来，又一次问起了有关沈浩明的事情。许岩此刻还没有任何新的消息，只能无奈地应付着。同事的追问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好在同事离开后不久，许岩接到了沈浩明的消息，让他来金达集团找他。这消息让许岩的心情瞬间明亮起来，他精心打扮了一番，怀着期待的心情前往金达集团。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当许岩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沈浩明时，意外却突然降临。由于连日的劳累加上感冒，他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刚一见到沈浩明，一阵眩晕感便袭来，他眼前一黑，竟直接晕倒在了沈浩明的身上。身为一名普通打工者的许岩来到了沈浩明所在的公司，然而刚刚见到沈浩明的时候，许岩便因连日的劳累与身体的不适，直接晕倒过去。当许岩在医院缓缓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沈浩明那略显疲惫却满是关切的脸庞。原来是沈浩明亲自将他送到了医院，生怕许岩有个三长两短。此刻看着正在处理消息的沈浩明，许岩心中满是感动，他轻声说道，想让沈浩明先去忙自己的事情，不必一直守在他身边。是我把你叫出来的，我当然要负责到底了。等你退烧了，
我还要接受你的采访。随后，沈浩明更是贴心的为许妍拿来了水，小心翼翼的将水递到她嘴边。注意到许妍手上的伤口，他也找来创口贴为她贴上。在这温馨的氛围中，二人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如同春日里的花朵，逐渐绽放出恋人的芬芳。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职场中遭受过霸凌的许妍，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又一次陷入被欺负的境地。而这次施压的竟是男友沈浩明的母亲于阿姨。这一天，许妍出于礼貌来到于阿姨家中拜访，她小心翼翼地为于阿姨倒茶，还贴心地给她的朋友们让座。可于阿姨和她的朋友们却并未领情，不仅没有一句感谢，反而是一顿冷嘲热讽。我们家布丁啊，就是个傻狗，除了长得好看，啥也不是。许妍强忍着心中的委屈，默默承受着这一切。这时，佣人前来更换水果和水壶，许妍见状便主动上前帮忙。二人一同来到后厨，佣人看着许妍，忍不住说道：“许妍和其他人不太一样。”许妍微微一愣，佣人接着又说：“头发这么毛躁，和其他人顺滑的头发差远了。”许妍心中一阵酸涩，却只是勉强笑了笑。就在这时，于阿姨突然来到后厨，许妍本以为她会留自己下来吃晚饭，没想到于阿姨却冷冷地说：“去会所把晚上需要的菜拿回来。”说完便又约许妍周六上午二人见面好好聊聊。许妍这才意识到自己与这个家庭之间有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回到公司上班的许妍来到主任的办公室，将下一期的策划书交给了他。本想着尽快离开的他，却被主任拦了下来。昨天还嚷嚷着要开除许妍的主任，此刻却换了一副面孔。他一脸诚恳地说自己对他期望很高，让他先做节目策划是为了镀金，为以后当主持人做准备。许妍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可主任接下来的话却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刚刚燃起的火焰。原来这一次的主持人申请被驳回了。许妍为了这个美食节目付出了太多，她不仅自掏腰包，很多时候还要亲自参与节目的制作，从策划到执行，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她的心血。可如今却换来这样的结果，她愤愤地离开了办公室，心中满是失落与不甘。就在这时，许妍接到了于阿姨打来的电话，吃饭的地点跟时间我都发你手机上。好的。许妍为了能够融入这个圈子，便自己前去花钱做了柔顺，希望以更好的形象出现在于阿姨面前。见面的时候，许妍本想着能和于阿姨好好吃顿饭，可没想到到了地方才发现还要等一个朋友。不一会儿，那位朋友来了，于阿姨便和这位朋友开始高谈阔论起来，从专业的金融知识到跨国生意，他们聊得热火朝天，完全忽略了许妍的存在。好不容易等那位朋友离开了，于阿姨才慢悠悠地说出了自己请许妍来的真实目的。虽然你的形象和学历都很优秀，工作也不错，但是你的家境不太好吧？他认为许妍面对所有的事情都不会生气，一次又一次地探索许妍的底线，觉得许妍过于隐忍，不适合自己的儿子。听到这些话，许妍的心中五味杂陈，她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她因为没有父母在身边，被别人欺负，被骂是没有父母的野孩子。我是野孩子，我有爸爸妈妈在外国，在很远的地方。他只能默默忍受，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如今面对于阿姨的刁难，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助的童年。Syracuse University 是我父母在国外任职的学校，他们从小教育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教养和风度是基本的礼貌。只是我没有想到，在您看来是胆怯和隐忍。冷静下来的许妍将近期遭遇的种种不愉快一股脑地归结到了于阿姨身上。在她心中，自己好不容易才寻得那个真正倾心的人，这份爱情她绝不可能因为于阿姨的刁难与阻挠就轻易选择放弃。时光悄然流转，在许妍的努力下，半年后的今天，事情已然发展到两家准备步入婚姻殿堂的地步。第二天的公司会议上，气氛凝重而热烈。公司老总沈府郑重地提出了新区的建设计划。更令人振奋的是，目前已经得到了最大公司世丰的资助意向。会议上，众人纷纷表达对这次合作的看好，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沈浩明却始终一言不发，眉头紧锁。会议结束后，沈浩明被父亲叫到了办公室，这时他才缓缓道出自己的顾虑。原来世丰新上任的郑董事长在处理事故时总是尽力掩盖真相，这种做法让沈浩明心生疑虑。而且郑董事长是空降而来，在公司内部根基尚浅，没有自己可以完全信任的人。更让他担忧的是，郑董事长带来的3个人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基于这些原因，沈浩明认为世丰公司内部必定暗藏矛盾，随时可能爆发。沈父听后沉思片刻，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觉得郑董事长能做到这个位置，绝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如此简单。建筑行业的水源比想象中要深，其中的复杂关系和利益纠葛不是轻易能看透的。最后，沈父语重心长地让沈浩明这段时间安安稳稳地度过，多去熟悉公司内部的事务，为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另一边，三木老师成功与节目达成了合作，这其中不仅仅是因为沈浩明的牵线搭桥，更是因为许妍的真诚与负责。即便面
面对身处外国的三木老师，许妍也能做到及时回复消息，这种敬业精神让三木老师十分赞赏。于是二人约定下次和沈浩明一起吃饭。然而就在许妍满心期待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于阿姨的电话。喂，于阿姨，现在吗？我还有，没问题。你把地址发给我。电话那头于阿姨的声音不紧不慢，让许妍前往售楼处。许妍心中虽有疑惑，但还是匆匆赶了过去。当她到达售楼处时，才发现原来是于阿姨来为他们挑选结婚用的房子。许妍心中一紧，她知道于阿姨又准备开始测试她了。于阿姨看着许妍，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挑衅，让身为建筑世家出身的许妍给出选房建议。许妍强装镇定，装作仔细查看房子的样子，心里却早就乱成麻绳了。她深知自己的每一个建议都可能被于阿姨挑出毛病，成为攻击自己的把柄。就在事情即将被揭露，许妍感到无比窘迫的时候，沈浩明如同一束温暖的光出现在了她的身边。沈浩明轻轻握住许妍的手，给她一个安心的眼神，然后巧妙地化解了这场尴尬。如果没什么事，我跟我女朋友约会去了啊。随后二人来到沈浩明的植物室内，这里绿意盎然，沈浩明亲自为许妍做套口。在温馨的氛围中，他向许妍说起自己喜欢龙舌兰的原因。在他眼中，龙舌兰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积蓄力量，一生只爆发一次，这种美好让他深深着迷。说着，沈浩明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手表送给许妍。他提到许妍为了争取成为主持人，付出了无数的努力，而此时的主持人却经常去自己妈妈那里告状，试图阻止许妍的发展。许妍听着沈浩明的话，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眼前困难的担忧。但在这短暂的时光里，二人在植物室内享受着这份宁静与美好。第二天，许妍带着一条奢侈品的围巾，满心欢喜的前去送给婆婆于阿姨。她以为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能够得到于阿姨的认可，拉近彼此的距离。然而现实却再次给了她沉重的一击。于阿姨看着围巾，脸上没有一丝喜悦。虽然围巾的品质很好，但款式却根本不符合她的喜好。许妍看着于阿姨冷漠的表情，心中一阵失落。她这才深刻地意识到，要真正融入这个圈子，成为其中一员，是何等的艰难。为了能尽快融入那个看似光鲜却难以接近的富婆圈子，许妍绞尽脑汁，最终把目光投向了家中的女佣。她觉得从女佣这里或许能打开一条融入圈子的捷径。许妍拉着女佣一同前往超市，在超市的货架间穿梭时，女佣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不经意间说起曾经沈浩明也带过一个女朋友回家。可那个女孩在于阿姨的小圈子里并不讨喜，各种表现都没能入于阿姨的眼，最终被于阿姨毫不留情地否决了。许妍听着瞬间明白过来，于阿姨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接受自己，之前的种种不过是表面的敷衍。但她没有气馁，反而暗暗下定决心要主动出击，想尽办法融入这个圈子。第二天，许妍精心打扮后，和于阿姨等人来到了网球场。其实她对网球一窍不通，但为了能融入这个圈子，她还是硬着头皮来了。看着于阿姨他们在球场上挥洒自如，许妍只能在旁边干着急。不过她很会察言观色，在于阿姨他们休息的时候，主动跑过去帮他们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网球。这时于阿姨看着许妍，开口说起许妍家中的事情，语气中带着一丝审视。都是知识分子，在国外很多年了。父亲在雪城大学当教授，但似乎也认可许妍家庭条件符合自己的要求。于阿姨的朋友在一旁观察着许妍捡球的举动，眼中闪过一丝赞赏，觉得许妍是个有修养的人，各方面都很符合他们的眼光。然而就在气氛逐渐融洽的时候，一群朋友前来寒暄，各种奉承的话不绝于耳。大家沉浸在这虚假的热闹中，脸上都挂着虚伪的笑容。突然曲总的出现打破了这场闹剧，众人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目光瞬间都落在了曲总身上，然后匆匆围了上去，如同众星捧月一般。许妍站在一旁静静观察着这一切。他从美玲姐口中了解到，原来曲总是南山资本老总的妻子，众人这么追捧他，无非是希望能够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许妍心中一动，他知道如果能和曲总搭上关系，自己在这个圈子里的地位必定会逐渐上升。经过一番打听后，许妍得知曲总喜欢昆曲，而且还要举办昆曲大赛，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许妍立刻来到舞房寻找曲总的身影，终于在舞蹈房中，他看到了正在练习昆曲的曲总。此时的曲总正被水绣花困扰，一次次地尝试，却始终没办法学会。许妍知道这是自己表现的好时机，她赶忙请来老师帮助自己学习水绣花。可老师告诉她，最快学会流水绣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1个月对于急于融入圈子的许妍来说太漫长了，但她没有退缩，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演播室，只要一有空闲时间，许妍就会练习。她的手臂因为长时间的挥动而酸痛不已，但她始终没有放弃。终于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下，许妍成功学会了流水绣。她的努力没有白费，日复一日的坚持也让曲总注意到了她。曲总对这个勤奋又执着的女孩产生了兴趣，主动和许妍搭上了话。许妍心中暗喜，她知道自己的计划初见成效。为了能在这个圈子里立足，许妍开始用谎言编织自己的周围。真好，谢谢。我听老师说你才开始学啊？我是小时候就喜欢，小时候就觉得好看，
长大了，才品出了其中的韵味，才来专门学一学。这时，曲总说起自己发起了一场昆曲大赛，并邀请许岩也来参加。在舞蹈房中，许岩和曲总开始相互练习流水袖。许岩看着曲总认真的模样，心中暗自得意，觉得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然而就在这时，曲总接了一通电话，原来是他儿子关于入学来英国寄学校的事情。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曲总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等电话结束后，许岩为了进一步拉近和曲总的关系，说起了自己是节目主持人的事情。我们打算邀请一些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女性来参与。抱歉，我还有别的事儿，先走了。可他没想到，这句话却让曲总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最终不欢而别。但许岩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思来想去，竟然直接找到了美玲姐。他向美玲姐说起曲总会参加自己的节目，还描绘了一幅如果节目能请来更多人，将会多么精彩的蓝图。他希望美玲姐能够利用自己的人脉，帮助自己请来更多的人，让节目更加火爆，也让自己在这个富婆圈子里站稳脚跟。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许岩深刻领悟到一个道理：只有拥有一定的资源，才能让他人真正重视自己。凭借着曲总的名声，许岩成功吸引了主任的重点关注。主任对许岩的能力和潜力有了新的认识，这为许岩后续的计划提供了有力支持。许岩敏锐地察觉到节目转型的契机，他决定改变节目的方向，从原本邀请明星参与，转变为邀请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人。他认为这样的转变不仅能提升节目的深度和内涵，还能为自己积累更广泛的人脉资源。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许岩鼓起勇气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我转主持人的申请，麻烦您再提交一次。我给你这个机会，放手做去吧。为了确保计划顺利实施，许岩早早地来到舞蹈房等待曲总。他深知曲总一开始并不想参加节目，但他早有准备。当他拿出精心准备的嘉宾名单时，曲总才恍然大悟，原来许岩举办的这次节目是专门为他量身打造的。名单中不仅有来英国际学校的校董，还有其他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许岩心里清楚，对于这些富婆来说，结识有影响力的人并不难，但通过节目自然而然地成为朋友，建立起深厚的情谊，才是对他们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许岩趁热打铁，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计划。他表示会为曲总准备专门的昆曲展示节目，借助节目的影响力，将昆曲这一传统文化艺术更好地宣传出去。同时，他还主动提出可以亲自为曲总主持这次昆曲节目，展现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诚意。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条件，终于打动了曲总。曲总权衡利弊后，决定参加这次活动。活动当天，现场气氛热烈非凡。许岩凭借出色的主持能力，将整个活动流程安排得井井有条。节目大获成功，不仅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也让许岩在富婆圈中声名鹊起。从此，许岩凭借主持人的身份，拥有了邀请这些富婆上电视的权利。他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帮助富婆们促进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他们牵线搭桥，谈成合作。渐渐的，众人对许岩举办的这次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许岩更是看准时机，以于阿姨的身份邀请其他2位客人前去节目做客。下一期的家宴节目，曲总还是会去的。不知道马阿姨、孟阿姨有没有时间？于阿姨说了，特意为2位留了名额。得到这个好消息的朋友们兴奋不已，立刻回去着手准备相关事宜。等到众人走后，于阿姨才意味深长地说起将人情推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她心里明白许岩这丫头不简单，开始对这个原本并不起眼的姑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节目的爆火给许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她不仅成功成为了主持人，还吸引了众多赞助商的目光。之前的赞助费用与现在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就在许岩信心满满地前往化妆间时，之前的主持人找上门来。这位主持人认为许岩抢走了自己主持人的位置，心中充满了怨恨。他怒火中烧，对着许岩就开始攻击，声称许岩是靠着富2代男朋友才走到今天的地位。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和闲言碎语，许岩根本不想争论，他深知无需过多解释，于是他匆匆离开了化妆间。他刚进来的时候，我明明记得说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婆。什么时候父母在国外了，还成高知家庭了？回到演播室后，许岩迅速处理好所有的事情，他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准备回家好好休息一下。然而当他路过电视时，意外地看见电视上正在播放新闻主持人的画面。从小就被新闻主持人吸引的他，在这一刻仿佛回到了童年，心中涌起一股熟悉而又温暖的感觉。他呆呆地站在电视前，眼神中透露出对新闻主持行业的向往和憧憬。直到男友前来打断他的思绪，准备带他回家，他才缓缓回过神来。第二天，在家中的众人一起看着电视中播出的新闻，原本大家都沉浸在新闻内容中，突然电视中的一个人引起了许岩的注意。你是山西人是吗？推动城市建设，提升道路狭窄，基础设施。那个大云县你去过没有？不仅拓宽了街道，还设置了无障碍通道，并在整个商区的建筑外。我姥姥就是大云县云来村的。对了，叔叔，
您去出差没有多玩2天？啊，没有，我就是过去捡了个彩，来去匆匆嘛。许岩正沉浸在电视节目中，眼神漫不经心地扫过屏幕，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父亲出现在了电视画面里。那一刻，紧张感瞬间从他内心深处传来，心脏不受控制的剧烈跳动。他心里清楚自己一直隐藏的秘密，极有可能在这一刻被无情揭穿。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山西，许岩的真父母正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理发店。此时，父亲正一边熟练地为顾客烫着头发，一边和顾客闲聊，他脸上带着几分感慨，说起家中的情况。小女儿不在身边，平日里连个消息都很少，还是大女儿贴心，一直留在自己身边陪着。而且大女儿也快结婚了，女婿在银行工作，有着一份体面的职业。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他们口中的大女儿乔琳正在经历一场噩梦。乔琳遭受了别人的咸猪手，在愤怒和反抗之下，一番激烈的闹腾后，她和对方一同进了局子，直到男友匆匆赶来，才将乔琳从局子里接了出来。男友的父母得知此事后，顿时火冒三丈，他们觉得儿媳给自己丢了脸，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儿子见状，赶紧拿出了这次准备婚礼的各项费用清单，还说明份子钱会上交给父亲。可当话题转到酒桌安排时，母亲却不乐意了，她认为只摆20桌实在太少，根本不够气派。但儿子无奈地解释，银行有规定，员工不能参加20桌以上的宴席。母亲听后立刻将矛头指向了乔琳，阴阳怪气地说她败坏了自家的名声，很可能会影响儿子的工作。在这巨大的压力之下，乔琳感到无比委屈和绝望。我算好了，还剩下17866，应该够咱们俩度蜜月的了。你自己度去吧。回到自己家中，乔琳思来想去，决定联系上妹妹许妍。为了不让爸妈怀疑自己悔婚离开家中的事情，她编造了一个理由，打算以单位组织学习的名号去荆州出差。她心想，这样既能离开那个让她压抑的家，又能和妹妹见面，或许还能从妹妹那里得到一些安慰和支持。果然，第一次来到荆州的乔琳看着眼前繁华的公司大楼，心中充满了期待。她本想着给妹妹许妍一个惊喜，于是没有提前告知，就来到了许妍工作的地方。然而万万没想到，当许妍看到突然出现的姐姐时，脸上并没有惊喜，反而是一脸的惶恐。许妍心里清楚，自己一直隐藏的身份就像一层薄纱，随时可能被姐姐的出现捅破。她担心一旦身份暴露，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于是二人决定先前往许妍家中休息一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沈浩明突然前来。沈浩明是许妍身边的富二代，他的出现让许妍更加紧张。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许妍急中生智，这位是我是王表姐，她来找我。他让沈浩明暂时离开，然后带着所谓的表姐乔琳先找个酒店住下。来到酒店后，乔琳越想越生气，她觉得许妍自从搭上了富二代，就忘记了自己家人的身份，变得如此陌生和冷漠。她忍不住对着许妍发起了脾气，指责她忘本。而许妍始终认为自己和爸妈没有任何关系，在她心里，那个家给她带来的只有痛苦和伤害。她冷冷地看着姐姐，随后便准备离开。在离开的时候，她还特意强调自己不姓乔，而是姓许，仿佛这样就能彻底和那个家划清界限。我姓许，许妍。然而看着姐姐独自一人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她还是有些担心。犹豫再三，她选择了转账1万给乔琳，希望姐姐能在这个城市里过得稍微好一些。回家的路上，许妍的思绪飘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的她瘦小又怯弱，经常被一群孩子欺负。就在她感到绝望的时候，是乔琳挺身而出，像一位勇敢的骑士一样保护着她。那一刻，乔琳的身影在许妍心中无比高大，也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而此时在另一个地方，外婆正在和许妍的父母激烈的争吵着。原来许妍的父母为了能够生下一个男孩，结果把自己的身子弄坏了。更不幸的是，出生的许妍也因此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此次父母二人前来，是为了让许妍回去上小学。小小的许妍回到家中后，表现得异常懂事。咱们洗澡睡觉啊，走，妈带你洗澡去。妈妈，我会洗澡。成，咱们明天自个儿洗。那这样，把脏衣服脱下来，妈妈给你洗，好吗？妈妈，我会洗衣服。母亲如往常一样出门买菜，然而在离开的时候，她竟忘记关上煤气。这个小小的疏忽即将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家中的2个女儿乔琳和许妍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正悄然逼近。煤气的味道在空气中无声无息地弥漫开来。等到父亲回到家中，刚一打开门，一股刺鼻的气味便扑面而来。他瞬间意识到不对劲，他来不及多想，迅速冲进厨房关上煤气，然后手忙脚乱地打开窗户。此时他看到了昏迷在沙发上的大女儿乔琳，没有丝毫犹豫，他一把抱起乔琳就往屋外跑去。而就在他慌乱地安置好乔琳，也就在这个时候，母亲买菜回来了。母亲这才如梦初醒，惊恐地意识到房间里还有一个小女儿许妍。然而区别对待的阴影并未就此消散。
在医院里，父母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乔琳身上，他们围在乔琳的病床前，眼神中满是担忧和关切，轻声细语地询问着她的状况，仿佛乔琳是他们的全部。而许妍就躺在旁边的病床上，无人问津。她的生日，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重要的日子，父母也能轻易忘记。许妍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她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时光匆匆，许妍步入了高3这个关键的人生阶段。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契机，是通往未来的桥梁。然而对于许妍而言，这座桥梁却似乎被无情地截断了。父亲来到老师办公室，与老师商议着不让许妍参加高考的事情。许妍偶然间听到这个消息，她的世界瞬间崩塌。她不顾一切地冲进办公室，眼中满是愤怒和不甘，大声指责父亲的行为。在众人的注视下，父亲和许妍来到楼下。父亲看着情绪激动的女儿，终于说出了原因。原来家里经济拮据，没有足够的钱供养2个大学生上学。在父亲的心中，姐姐乔琳应该去上大学，改变家庭的命运，于是只能让许妍留在县城找工作。许妍听着父亲的话，心中的委屈如潮水般翻涌。她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父母偏心的事实。为什么你们不要给我对我这么偏心啊？为什么好的都要给乔琳？我难道不是你们亲生的吗？他声泪俱下地诉说着这些年来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每一个字都饱含着他的痛苦和无奈。然而父亲却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只要将女儿抚养长大就已经尽到了责任。他看着女儿倔强的样子，心中的怒火也渐渐升腾起来。在情绪的冲动下，他忍不住扇了许妍一巴掌。这一巴掌狠狠地击在了许妍的心上，也彻底断绝了2人之间的父女情分。许妍哭着一路狂奔，回到了外婆的家中。外婆看到许妍满脸的泪水和红肿的脸颊，心疼不已，紧紧地将她抱住，给了她一个温暖而安全的港湾。许妍一路回想着以前发生的种种事情，那些被偏爱的瞬间。就在这时，沈浩明的电话打了过来。电话那头，沈浩明的声音带着一丝神秘，邀请许妍来自己的工作室。许妍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了工作室。工作室里，一株已经有16年的龙舌兰吸引了许妍的目光。沈浩明告诉许妍，他觉得今晚很可能是这株龙舌兰开花的时刻。许妍静静地凝视着这株龙舌兰，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共鸣。龙舌兰一辈子都在默默地汲取养分，它扎根于土壤，努力生长，就是为了能在最后的时刻开出一朵绚烂的花。这境地让许妍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处境，她觉得自己和这株龙舌兰何其相似。此时的许妍又想到，龙舌兰开花是为了将自己花粉散去，遇到另一株龙舌兰，进而孵化出更多的生命。这是一种生命的传递，他们知道这会导致自己生命的消亡，但是为了以后的未来，他们毅然决然地决定献出生命。许妍看着沈浩明，心中涌起一股坚定的力量。他和沈浩明就如同这2株龙舌兰一样，如果他们相爱，那么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无论面临多少困难和挑战，他们都会坚定地在一起。仔细想一想，我就是有一点点后悔，后悔下个月才结婚，应该早一点把你娶回来。那个表姐之前没有听你提过，我们的婚礼要不要邀请她？是远房亲戚，本来也不太熟，还是算了吧。让人万万没想到，许妍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婚礼中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竟狠下心将情同手足的姐姐乔琳说成是远房亲戚，还以各种理由认为婚礼不必邀请她前来。此时的远房亲戚正身处一间狭小且简陋的出租屋内，不仅将豪华的酒店给退了，还将许妍给的钱给退了。给个他家还不下了，臭妹妹，臭许妍，当没你这个妹妹。然而就在乔琳独自在出租屋内时，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竟是她的前男友发来的。原来前男友这次是因为父母的事情，想要向乔琳道歉，并且请求她能够回到自己身边。可乔琳早已看清了这个渣男的真面目，面对他的请求，只冷冷地在手机上回复了一个滚字。可这渣男并不死心，为了请求乔琳的原谅，他竟来到了那间他们曾经熟悉的理发店。乔琳的父母满心欢喜，还满心期待着能和这位曾经的女婿一起喝酒聊聊天。然而渣男却带来了一个让他们震惊的消息，乔琳已经离开了。我们俩分手了。乔琳的父母得知女儿去了荆州，心里便隐隐觉得女儿此去必然会去找许妍，于是他们心急如焚地拨通了许妍的电话。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挂断的忙音。为了找到大女儿，2位老人没有丝毫犹豫，按照2年前许妍留下的地址，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荆州的路途。当他们风尘仆仆地来到那个小区时，许妍正好带着沈浩明一家人出现在了小区里。许妍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父母，那一刻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小妍，妍妍。而就在这时，真正的2家人就这样毫无预兆地见面了。
许岩精心编织的所有谎言，在这一瞬间如同泡沫一般被无情的戳破。沈浩明一家人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后，脸上满是愤怒与失望。他们认为许岩是为了骗婚才做出这一系列的事情，于是纷纷开始责怪许岩的所作所为，指责声如同潮水一般向许岩涌来，让他有些招架不住。就在许岩感到绝望的时候，于阿姨轻轻地将他唤醒。原来刚刚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许岩自己想象出来的场景罢了。就在这时，沈浩明突然说道：“下午3点3叔的飞机就要到了。”众人无奈之下，只能暂时放弃做客，选择去接机。在送别沈浩明一家人后，许岩的爸妈也发现了他，随后他们也来到了这个充满故事的地方。于是真假父母在此刻戏剧性的相见了。假父母看到情况不妙，连忙解释自己是婚庆公司的人，然后便匆匆离开了此处。真父母看着即将结婚的许岩，内心开始慌张起来。他们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隐瞒这么多事情，而此时的许岩却冷冷地说出自己不打算邀请父母前来参加自己的婚礼。这句话如同利刃一般刺痛了父母的心。愤怒的父母刚要发作，许岩却将姐姐的地址告诉了他们，然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许岩的父母按照地址来到了大女儿乔琳的出租屋内。在寸土寸金的荆州，乔琳只能合租一间小小的房间，生活过得十分拮据。这次她打算在荆州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开启新的生活。在与父母的交谈中，乔琳竟然得知了妹妹许岩竟然打算结婚的消息。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经过，她来到了许岩的家门外。就在家门外，乔琳看到了许岩的假父母，随后从许岩那里得知了一切真相后，乔琳终于明白了妹妹最近做出这些荒唐事情的原因。你说你如果以后跟沈浩明结婚了，你打算怎么办？继续骗他一辈子。原来许岩一直渴望嫁入沈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编织一个又一个谎言，甚至伤害到了身边最亲近的人。然而许岩却觉得以后的事情可以以后再慢慢解决。在他看来，为了能够嫁入沈家，自己只能做出这些看似过分的事情。此时的许岩眼中闪烁着一种坚定的光芒，他终于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当他第一次看见沈浩明的时候，仿佛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明。沈浩明是他见过唯一一个对他负责的人，在他心中，沈浩明就是那个能带他走出困境走向幸福的人。为了这份所谓的幸福，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这场由谎言引发的婚礼风波究竟会如何收场，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如同那迷雾中的道路，让人看不清前方的方向。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那万一沈家人知道怎么办？你怎么收场呀？你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你还打算继续骗呀？你说你这么聪明，你干嘛干这么愚蠢的事儿呢？当姐姐乔琳终于找上门来，将所有的事情都了解清楚后，她才惊觉妹妹在这个节骨眼上似乎真的邂逅了所谓的真爱。然而乔琳的内心依旧充满了忧虑，在她看来，谎言终究有被拆穿的那一天，到那时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可能化为泡影。可此时的许岩却陷入了自己的执念之中，他觉得自己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而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更是他生命中的救赎，是他无论如何都要紧紧抓住的。在他心中，事业和爱情缺一不可，他坚信自己有能力将这两者都牢牢掌控在手中。告别姐姐后，许岩独自坐在家中，品尝着姥姥亲手做的桂花蜜。就在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是沈浩明打来的电话。原来沈浩明在查看婚礼名单时，发现自家那边来参加婚礼的家人数量众多，而许岩这边却只有他的爸妈和2位同事。许岩见状只好无奈地解释，称家中亲戚平时不常走动，彼此关系比较疏远，所以不想邀请他们前来参加婚礼。就在这时，沈浩明不经意间提到了姥姥，他眼中闪烁着温柔的光芒，诚恳地说自己想陪着许岩一同回去探望姥姥。许岩心中一紧，他深知如果沈浩明一同前往，自己的谎言将会彻底暴露。于是他急中生智，以公司业务正处于关键时期，需要他亲自处理为由，巧妙地拦住了沈浩明。挂断电话后，许岩陷入了沉思，他绞尽脑汁地思索着该如何继续圆这个谎言。就在这时，母亲的电话打了进来。母亲在电话那头鼓起勇气说，自己毕竟是许岩的父母，无论如何都想要参加女儿的婚礼。然而没等母亲把话说完，许岩便心急如焚地挂断了电话。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的意外，他迅速将电话备注中原本的妈改成了母亲的真实姓名。经历了这场电话风波后，许岩决定搭乘大巴车回到那个熟悉的姥姥家。当大巴车缓缓停下，高叔开着那辆3蹦子前来接他。坐在3蹦子上，许岩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那个充满温暖和回忆的地方。3蹦子一路颠簸前行，终于停在了姥姥家的小院前。许岩迫不及待地走进院子，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忙碌的姥姥。姥姥正站在凳子上，小心翼翼地摘着桂花。许岩心中一酸，赶忙快步上前，轻轻扶着姥姥从凳子上下来。随后他挽起袖子，帮助姥姥采桂花。这不是今年嘛，雨水多，天又冷，我怕呀，这些桂花要是再不摘完的话，
过了花期了，以后甜甜的桂花酱就做不了了呀。然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夜幕降临，许妍和姥姥坐在院子中的石凳上，吃着新鲜的水果，月光洒在他们身上，为这个宁静的夜晚增添了几分温馨。许妍犹豫了许久，终于鼓起勇气向姥姥说起了自己谈的那个男朋友，还提到自己打算下个月就结婚。姥姥听到这个消息，脸上立刻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可许妍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悦，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复杂的情绪。随后她缓缓地说起了爸妈来到了荆州，还表示自己和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多少感情，所以不想让他们来参加婚礼。姥姥心里有数了，我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不会让他们再去荆州了。姥姥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许妍，她原本打算把许妍的婚礼办得漂漂亮亮的，让所有人都看到她的幸福。然而许妍却委婉地说起路途太远了，不希望姥姥太折腾。可听到许妍这样说，她知道许妍有自己的难处，于是姥姥便说起自己不想去了，并让她以后带来结婚照片就行。那一夜对于许妍和姥姥来说都是一场揪心的夜晚。当许妍将剩下的水果放进冰箱时，意外地看到了冰箱中满满的都是姥姥亲手做的桂花蜜。那一瓶瓶桂花蜜仿佛是姥姥对她无声的爱。许妍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滑落。对姥姥的感情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爆发，那些被她压抑在心底的思念和愧疚，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而出。我一定会接你到荆州去的，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许妍自幼便在姥姥的悉心照料下长大，内心中对姥姥的情感也格外深厚。当她独自坐上返回荆州的大巴车，而她的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那些与姥姥共度的珍贵时光。小时候每一次生日回到姥姥家，姥姥早早的就为她准备了香甜的生日蛋糕，让年幼的许妍满心欢喜。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姥姥语重心长地对许妍说，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考上好大学，离开这个偏远的地方，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姥姥的话语也成功照亮了许妍前行的道路。许妍没有辜负姥姥的期望，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成功考入了荆州传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当她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激动与喜悦涌上心头，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姥姥，想要与她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喜悦。为了让许妍能够在大学里过上美好的校园生活，姥姥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许妍。那一张小小的银行卡承载着姥姥无尽的爱与关怀。也就是从那一刻起，许妍暗暗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让姥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大学期间，许妍不仅在学业上刻苦钻研，还利用课余时间做各种兼职。她穿上厚重的玩偶服，穿梭在餐厅的各个角落，还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当起了家教老师。而她省吃俭用，将剩下的钱寄回去给姥姥，只为报答姥姥曾经的养育之恩。回到荆州后，许妍的生活又迎来了新的变化。刚与她见面的沈浩明满心欢喜地送给她一颗20克拉的大钻戒。此时的许妍心中五味杂陈，她深知自己曾经为了某些目的撒下了谎言，如今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弥补那些过失，去报答那些自己对不起的人。第二天，沈浩明来到公司，意外地见到了一个老朋友方磊。沈总好，我叫方雷，接下来为您汇报178号地的风险评估报告。方磊身着干练的职业装出现在沈浩明面前，随后他开始有条不紊地给沈浩明介绍对于本次竞拍土地的看法。他的见解独到而深刻，让沈浩明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下班之后，沈浩明特意找上了方磊，他心中充满了好奇，便问起方磊为何一声不响地回国并来到自己的公司。方磊嘴角微微上扬，打趣地回绝了这个问题。接着他拿出了一张曾经大学时期沈浩明送给自己的衣服照片。你大2的时候在皮划艇大学生联赛上赢得了这件奖品，我说喜欢，你二话不说就送给我了，我超级开心。然而他们二人的举动却被一旁的许妍看得一清二楚。许妍发信息告诉沈浩明自己已经到楼下了。接到信息的沈浩明下意识地向方磊展示起手中的戒指，语气坚定地说自己准备结婚了，还表示有机会会介绍给他认识。说完他便匆匆告别了这位老同学。但很快许妍和方磊便迎来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许妍打听到方磊在学做菜，便也来到了厨房之中。他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说起二人似乎在金达集团见过。方磊微微一愣，随即露出了礼貌的微笑。你好，我是许妍。你好，我是方磊，我是沈浩明的未婚妻。此时的方磊也说起了他们家与沈家是世交，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了。许妍听后心中暗自警惕，她将方磊当成了潜在的对手，表面上却亲切地称方磊为妹妹。这看似友好的称呼，实则是在向方磊宣示着自己的主权。随后许妍看着方磊做好的沙拉，她便上前请求品尝一块。吃完后，她热情地邀请方磊去吃饭。在饭桌上，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十足。方磊看着细心照顾自己的许妍，便说起在留学的时候沈浩明对自己的照顾。他还提到以后在公司可能还要麻烦沈浩明。那你把工作做好，就不会麻烦他了，对不对？
眼看在言语上似乎占不到上风的方磊，便说起了许妍这么漂亮，和沈浩明即将要结婚，自己准备给二人当伴娘。在这场爱与较量的复杂乐章中，许妍、沈浩明和方磊三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他们的故事又将会如何发展？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许妍身着一袭洁白如雪、精致绝伦的婚纱，宛如从童话中走出的公主。她手捧着馥郁芬芳的鲜花，缓缓地朝着站在台前的爱人沈浩明走去。此刻，沈浩明身着笔挺的黑色西装，眼神中满是深情与期待。当许妍终于走到他身边，两人相视一笑，随后他们一同挽起手臂，迈着坚定而又和谐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向那象征着永恒与幸福的婚姻殿堂。在众人的瞩目下，他们来到了台前，司仪面带微笑开始主持这场神圣的仪式。许妍和沈浩明在司仪的引导下，缓缓伸出双手，交换着那承载着彼此承诺与深情的婚戒。当两枚婚戒稳稳地戴在对方的手上时，仿佛时间都为之静止。紧接着，在这幸福洋溢的日子里，他们相互拥吻在一起。台下的众人被这温馨浪漫的一幕所感染，纷纷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一同见证着这美好的瞬间，为他们的爱情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然而，婚礼的热闹氛围还未完全消散，仪式结束后，众人便开始忙碌地招待剩下的宾客。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真正的外国大学老师许叔叔。许叔叔夫妻二人不经意间看到结婚照上的许妍，我怎么看着像佳佳的同学许妍？我是有点像啊，是他吧？许叔叔随后来到许妍面前，许妍看到他的那一刻，内心犹如翻江倒海一般慌张起来。他最担心的事情似乎要发生了，他害怕许叔叔的前来会无情地揭穿他父母的真实身份。毕竟这场婚礼上他所呈现的父母形象都是精心伪造的。于是他强装镇定，试探性地问起许叔叔本次回国的原因。当得知许叔叔要多留在国内几天时，他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仿佛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沈浩明恰巧来到了这里。在众人的热情邀请和一番介绍之下，许叔叔成功被邀请前去一同参加宴会。此时的许妍内心之中变得极度不安起来，就连在给宾客们敬酒的时候，她的眼光还是不断偷偷看向一旁的许叔叔，生怕他会突然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就在这个时候，许叔叔竟然和贾父母之间碰面，并开始交谈起来。许先生，您在国外是从事建筑研究哦，建筑行业，那您跟我的亲家是同行啊？是吗？这是双重缘分，双重缘分。许妍看到这一幕，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她感觉事情开始走向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方向，自己精心编织的谎言即将被无情的戳穿。也就在这个时候，沈浩明看出了许妍似乎有心事一般，眼神中满是关切，他轻声让许妍前去照顾爸妈。许妍听到这话，急忙出现，巧妙地缓解了即将要露出马脚的谎言。随后，为了彻底消除这个隐患，许妍灵机一动，提议让众人一起合一张照片。随后，他示意贾母动手，自己则假装要去叫沈浩明匆匆离开。随着贾母故意推倒贾父的胳膊，红酒瞬间洒在了许叔叔的身上。许叔叔微微一愣，随即笑着说出自住在楼上，自己去换套衣服就行了。这场危机也终于暂时被缓解了。许妍长舒了一口气，但心中的不安却并未完全消散。另一边，沈浩明带着方磊向一众朋友们介绍，说这是他的妹妹，法律系毕业，如今还单身。方磊本就气质出众，再加上这番介绍，很快便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很多人纷纷主动加上他的微信。等到忙完一切的沈浩明回到房间中准备休息的时候，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一条方磊的信息。无边泳池间，你说喝醉的人是不是很容易淹死啊？随后，沈浩明看着睡着的许妍，心中经过一番挣扎后，决定前去面见方磊。他本想着让醉酒的方磊尽快上岸，然而方磊却自顾自地说自己想要在这里醒酒，眼神中带着一丝倔强与落寞。就在沈浩明准备无奈离开的时候，你真的不怕我像我姐那样淹死吗？不要轻易说淹死这个词，对谁都不好。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之间见面的事情已经被许妍尽收眼底。这场婚礼所带来的风波似乎还远远没有结束。沈浩明，我爱你。我已经结婚了，请你自重。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沈浩明与许妍大婚当夜，方磊竟在这个特殊时刻向沈浩明毫无保留地表达出了自己的心意。不仅如此，方磊还对许妍冷嘲热讽起来，直言许妍刚见面时就刻意装作清纯的模样，在他眼中许妍俨然成了一个心机深沉的女子。当他追问沈浩明为何要与许妍结婚时，沈浩明面色微沉，并不想回应这个问题，随后便匆匆离开了这个充满火药味的地方，只留下方磊一人站在原地。第二天原本是沈浩明和许妍满心欢喜准备去国外度蜜月的日子，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出发时，方磊竟然不期而至。情敌见面分外眼红，空气中瞬间弥漫起一股紧张的气息，二人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吵了起来。你浩明哥还带你去过哪些地方？麻烦你都整理好发给我。但令人意外的是，这小插曲并没有给许妍带来过多的困扰。在异国他乡，
他尽情地享受着这段美好的时光，与沈浩明一起漫步在浪漫的街头，欣赏着别样的风景，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回来后，他们惊喜地发现方磊此刻也与上一次在婚礼上认识的男生走到了一起。看到这一幕，沈浩明和许岩相视一笑，仿佛之前的那些不愉快都已烟消云散。随后，沈浩明便准备和许岩一起回家看姥姥，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对姥姥的思念与期待。看到沈浩明和许岩相思夜想的姥姥，三人相见，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姥姥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热情地招呼着他们，随后便开始忙碌地准备为沈浩明做一顿丰盛的饭菜。然而就在沈浩明和姥姥谈起许岩家庭情况的时候，许岩突然带着结婚照出现在此，打断了他们之间的对话。许岩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紧张与期待，他拉着沈浩明一起去将结婚照挂起来。等到晚上的时候，为了防止姥姥在不经意间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许岩便打算和姥姥睡在一起。然而就在即将要睡觉的时候，姥姥缓缓开口说起了一件事：你爸爸前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报告出来了，说他肺上有肿瘤。虽然幸运的是肿瘤是良性的，但医生叮嘱以后不能再操劳了。第二天，姥姥刚出门就发现了已经早起来的沈浩明，二人便决定一起前去买菜，一路上有说有笑。此时的沈浩明说起可以接姥姥前去荆州居住，这样能更好的照顾她。然而姥姥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不愿意去大城市生活，她觉得乡下才是自己的根，有着熟悉的一切。随后姥姥说起许岩是从小跟着自己长大的，让沈浩明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许岩，眼神中满是嘱托与期待。另一边，许岩始终放心不下父亲的情况，他深知父亲独自生活的不易，于是便将一份信送到父亲门前。父亲打开信后，才发现里面是许岩的银行卡，里面的钱至并有，密码乔玲生日。然而回到荆州的许岩和沈浩明并没有闲着，二人一起来到了一处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内，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青石板上。就在许岩正在欣赏着四合院的时候，突然沈浩明说出了一件让他震惊不已的事情。原来这间四合院已经属于许岩了。沈浩明考虑到许岩想要成为新闻主持人，而这个职业必须要结交广泛的人脉，于是便精心策划，让许岩利用四合院去结交更多的人，为他的事业助力。随后来到房间中的沈浩明还贴心地为许岩量起了身高，动作轻柔而又充满爱意，仿佛这是为许岩弥补小时候缺失的经历，让他感受到被宠爱被呵护的温暖。在这个充满爱的家里，许岩和沈浩明的未来正如同这四合院中的阳光一般明亮而又充满希望，他们将携手共同书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篇章。